自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以来，政府、公司和研究机构一直不断在群星间安插各种航天器。虽然宇宙空间无边无际，但部分天文位置的价值却比其他位置更高。这些位置点都是拉格朗日点 Lagrange Point。对人类太空探索而言，它们可能是我们太阳系中最重要的地点。拉格朗日点以推导出其位置的18世纪数学家而命名。它在我们不断运动的宇宙中是罕见的平衡点。所有天体对附近物体都有引力，会将它们拽入或拽离轨道。重力与几种表观力一起作用，决定了这些轨道形状。然而在拉格朗日点上，这些力会相互达到平衡。因此，如果在这点放置一个质量相对较低的物体，该物体将与吸引它的巨大天体保持恒定距离。从本质上讲，拉格朗日点类似一个天文停车位。一旦物体位于该点，它几乎不需要任何能量便可保持原地不动。因此，当人类希望物体长时间停留在一处而无需消耗大量燃料时，就需要让物体绕着拉格朗日点转动。但是，这种停车位数量有限。太阳系中每对大型天体会产生5个拉格朗日点，这意味着太阳与每个行星都有5个点，而每个行星与各自的每颗卫星也有5个点。在我们的太阳系中，这些拉格朗日点加起来超过1000个，但其中只有少数对人类有用。许多点的位置难以到达，或是用处不大。还有许多点不够稳定，原因我们会稍后解释。目前，这些点中只有2个被人类广泛利用，但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利用更多的点，把这些有限的点转化成有专属权的太空地产。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：我们到底应该在里面停放什么？这个答案取决于每个点在哪里。以太阳和地球产生的5个拉格朗日点为例 ，L1 位于地球轨道内，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。该点不被地球遮挡，可见到太阳全景，是太阳观测卫星的理想地点。L2 和 L1 到地球距离相同，但在地球轨道之外，位于太阳的阴影中。该点是观测外太空的理想地点。2022年，詹姆斯·韦伯太空望远镜在此部署。这个点上，太阳和地球只占天空很小一部分。L3 位于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，永远无法从地球表面观察到。这使得 L3 经常出现科幻小说中，尽管迄今为止它对科学家们用处不大。而 L4 和 L5 和其余的点略有不同。在每5个点中，前3个拉格朗日点略微不稳定，这意味着物体会慢慢地远离这些点，但我们仍可以只消耗较少能源就让物体停在那里不动。而 L4 与 L5 的稳定性取决于形成这些点的天体对。如果2个天体中较重的天体质量不足较轻天体的25倍，这些点就会不稳定，物体无法在其中停靠。但是，如果较重的天体足够大，如太阳与地球这组天体，那么这些相对的力会使物体待在平衡点，这样形成的 L4、L5 点将成为最稳定的停靠点。正因如此，类似的点上会聚集太空物体，例如太阳和木星间的 L4 和 L5 聚集着上千颗小行星。太阳系中的每个拉格朗日点都有其特征，有些点可能非常适合从漂移的小行星中开采建筑材料，其他则可以成为前往深空中飞船的理想加油站，甚至容纳完整的人类殖民地。这些地点有的已经部署了先进技术设备，但不久它们也许还会成为我们通往星空的基地。还没准备好回归现实生活，观看这期视频或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即可继续探索科学、哲学和宇宙的奥秘。